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晚上恐怖怪谈。今天晚上，觉得世界上哪一个恐怖经历又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？我必须说，今天这一则又是发生在印度，没错。而且我发现我们的频道里面也还有蛮多印度人有加入会员的哦。说到会员，没错，在今天恐怖怪谈之前，我必须要跟大家说，会员朋友们注意不能退掉，因为现在会员全部涨价了。以前最便宜的45块，现在变到75块，75块就是以前的天照大神嘛。那天照大神现在涨到150了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YouTube 不让我用这么低的价格去卖会员。我必须说了 ，YouTube 它也是会跟我抽嘛，就像说你们买45块的，有可能它抽掉3成，我只能领到剩下的7成这样子。那当然，我给大家会员费少的话，他抽的自然也少，所以他强迫我要涨。没办法。请大家多多见谅哈。好，没有关系。那假如你不是会员的朋友，你想要加会员，那我只能很抱歉跟你说，谢谢啊，75块。对，但我必须跟大家讲了，其实每一次出去拍片的成本有可能都算蛮高的，因为现在油价也比较贵嘛。然后我要场勘完之后，我还要再去拍摄别的地方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回来这个地方拍。那光这移动的距离，有时候像中部啊，或我现在最大都跑到中部了，要不然就是东部这样子。那这样跑的话，一些那个就当做是帮助我的这样子了。这样好，不管怎么样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来介绍这则恐怖怪谈呢。我想要说的就是，听完这则怪谈，我觉得最恐怖的有可能还是人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因为这世界上其实，我觉得好兄弟不怎么恐怖，但我觉得真正恐怖的是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时候人会去害人，人会去诅咒人。那好兄弟呢？鬼呢？你只要不要去弄他，他基本上也不太会去理你这个样子，不是吗？但是假如说这个好兄弟是被人给操纵的，然后去诅咒其他人了，我觉得这样是最可怕的。对，没错，今天这则经历就有点类似这个样子。那至于是什么样的经历呢？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咯。我是这个论坛的新人，也不是很会讲故事，所以请原谅我的任何错误，因为英文不是我的母语。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我妹妹身上的闹鬼事件，我们就叫它普家吧。一切从几天前开始，家里突然发生了一连串非常诡异的事件。那原本是个和平的夜晚，却被一声刺耳的尖叫给打破了。那是我的妹妹在半夜尖叫，我妈妈吓坏了，赶紧冲过去安慰她，问她发生了什么事。妹妹还在发抖，告诉我们她看到了一个男孩站在她窗户外面。我们全都震惊了，妹妹的房间在5楼，而且没有阳台，怎么可能有人站在她窗户外面呢？这感觉不太可能啊，像是一场清醒的噩梦。2天后，大约晚上10点，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。妹妹再次尖叫，原因一样，看到一个男孩站在她窗户外面。那晚她不敢一个人睡，就跟妈妈睡在一起。现在我妈妈真的很担心，她决定在一个吉日办一场火祭。那是2天后的事，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，用灵性的计划来驱赶入侵家里的恶灵。在火祭的前一天，恐怖的情况急剧升级，妹妹又尖叫了。这次她不止看到男孩站在窗外，她说男孩就站在她床边拉她的被子。我妈妈马上跑进她的房间，但进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妹妹说男孩站过的那个空位。当我妈妈转身要离开时，真正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她整个人僵住，身体变得僵硬，然后就昏倒了。我们赶紧叫医生，医生给她了药。当她终于醒来时，她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。就在她转身的时候，一个完全漆黑的影子直接出现在她的面前，穿过了她的身体，然后消失。我妈妈就失去了意识，家里的恐惧感越来越强烈，每一件新事件都让她加剧。隔天，尽管发生了这些可怕的事情，我们还是举办了火祭。我们祈祷这能结束我们的噩梦，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恐怖的。火祭开始大约10分钟后，
情况急转直下，突然间，妹妹不再是她自己，一股邪恶的存在似乎抓住了她，她进入了我妹妹的身体里。妹妹立刻开始猛烈的摇头，非常暴力。潘迪奇，一位法师，他带着严肃的决心，迅速用朱砂、盐和一些粉末在他周围画了一个保护圈，然后他开始说话，直接对那个灵体说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要附在他的身上？离开这无辜的女孩。”妹妹开始说话，但那不是她的声音，那是一个男人低沉成人的声音。他不断地重复着：“我要把她带走，我要把她带走。”潘迪吉接着拿了一些恒河圣水，洒在妹妹的身上，或者说附在她身上的灵体，立刻痛苦的大叫：“停！我要说，不要洒恒河圣水！”在逼迫之下，那灵体开始说话。他说他的名字叫拉胡尔，他死于一场车祸，但他的灵魂被我们的一个亲戚给抓住了，他们派他来杀掉我的妹妹。他透露他们用的是黑魔法，混在拉肚球里给他吃才做到的。然后他开始大笑，那是一种令人寒毛直竖得意的笑声，又再次宣称：“你们阻止不了我，我要把他给带走。”潘迪奇毫不退缩，开始念强而有力的咒语。妹妹开始大哭，非常的严重，非常的大声。那灵体显然承受着巨大的痛苦。突然，妹妹开始呕吐，潘迪奇迅速把呕吐物收集到一个罐子里，那东西是黑色的，而且非常难闻的臭味。他然后用红布盖住罐子，几分钟后摇晃停止了，那个男人的声音消失了，妹妹慢慢恢复正常。自从那场可怕的火祭之后，一切都恢复正常了，影子不见了，尖叫停止了，恐惧消失了。这是我们这一生中经历过最恐怖的状况，但谢天谢地，看起来已经结束了。好，介绍完这则经历就是怎样？最恐怖的是不是人？本来想说会不会是煞到，或者是被有跟到这些好兄弟或这些鬼魂灵体恶灵，但没有想到竟然是他家人去害他的，他亲戚去害他，给他下诅咒。天哪，我觉得人性真的好恐怖。我就想到我家有一个小编那很久之前一个小编，他的姐姐好像也是被人家用这种方式去下咒，然后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这样子，然后很夸张就是听说把他的一些指甲、头发、生辰八字拿去放在那个坟墓里面就是为了一个男的。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真的好恐怖对啊。听完我觉得说，假如你给我假如要凭这则经历的恐怖指数的话，4颗灯，但是你要我去判断或是去评价这个故事的人的恐怖的话，那绝对是5颗灯。人真的比鬼还可怕。一般的话，有可能就是我们人，就是比较不守一些禁忌啦，然后去触碰啦，或者是叫你不要去你就要去啊，等等之类。然后你碰到这些事情，那就或者是你碰到一些凶宅，那没有办法。但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你要怎么防？对啊。好啦 ，OK， 那今天恐怖感就超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。那最后也是要跟大家讲会员的事情那最后也是请大家多多见谅，一切都是 YouTube 叫我做的，我的上帝叫我做的，对。好 ，OK，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为止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就下周再见，拜拜。咿呀嚓嚓。